大家好，歡迎各位收看本周的更新視頻。Minecraft 基岩版本周更新了 26.0.23 和24的預覽版本，主要是對眾多內容的特性進行了一些相關的優化。開頭不再多說，直接開始正片。首先從本次的更新開始，後續更新的版本號均會以年份為前綴，比如明年是2026年，那麼開頭會是以26數字為前綴，以作為發布的年份。後面的2個數字則作為後續正式版更新的序號，第3部分的2個數字則作為開發版本的序號。這樣的新命名規則也很好區分後續的版本進度。在上個視頻也講到過這個相關的更改。接下來是命令紅的更新，加入了命令紅的支持，需要在創作者設置中開啟啟用命令紅的選項，才可以使用這個特性。點擊按鍵綁定，可以在命令紅分區中設置綁定的按鈕，然後輸入命令，比如綁定 H 鍵時，設置切換創造模式的命令就可以在遊戲內按下 Alt 加 H 鍵來快捷切換創造模式，對鼠標按鍵也是有效的。這個也算是把這個快捷命令的使用方式也加進來了。不過需要注意，已綁定的按鍵如果與上面的按鍵綁定出現衝突，那麼就會覆蓋掉該綁定鍵之前設置的功能。同時，如果你沒有使用設置的命令權限，那麼部分命令會彈窗提示無法運行。以下是其他內容的更改。現在鑽石馬鎧和鑽石鸚鵡螺鎧會提供2點盔甲韌性，下界合金馬鎧和下界合金鸚鵡螺鎧則會提供3點盔甲韌性，並且馬鎧、鸚鵡螺鎧和狼鎧現在都會在提示框中顯示護甲值加成、盔甲韌性加成和擊退抗性加成。幼年鱿魚和發光魷魚死亡後，現在不再會掉落發光墨囊。馬、驢和騾的幼年變種體型也不再會隨時間逐漸增大，以匹配 Java 版相關特性。逆獅現在不再會剪起毛，並且幼年逆獅可以攜帶3x戟生成，調整了以上在逆獅生成時攜帶物品的概率，以近似匹配 Java 版。為鸚鵡螺和僵屍鸚鵡螺加入了一些新的音效。接下來放出效果展示。现在骷髏、流浪者、爪骸和蛟骸與逆獅一樣都不再會剪起毛。後續更新也將加入 Java 版的聲音字幕功能，這樣可以在右下角看到世界的聲音字幕。不過目前雖然有提到，但是還是要等到後續才有加入。加入了 RUI 版本的遊戲設置菜單，目前還是處於開發階段，很多界面還有功能都還沒有完善，後續會進行改進，只能使用特殊方式才可以看到這個新 UI。本期視頻內容就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如果喜歡本期視頻，大家不妨來個3連關注支持一下。制作不易，下期視頻再見。